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，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刘宇宁刑警造型亮相，三人同框会擦出什么火花？谁能想到，一部还没杀青的刑侦剧，能把人气先顶到破亿这种级别？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又要爆，而是有点邪门。按理说这类题材常常的等后期口碑落地，怎么偏偏现在就先热成这样？偏偏他还是靠3件事把热度拧在一起：一个硬核氛围组，一个能撑住的演员底盘，还有一个把观众拽进案情的反式链条。我先从结局位的那头说起。剧里真正让人背脊发凉的，不是某个单次抓捕，而是那种一步步试探权力，再被恶意反噬的走向。城阳市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的司机韩永强、孙红雷是起初在权力与罪恶边缘来回试探，后来经历杀戮后黑化，越走越深，最后反过来吞噬上位。说白了，他不是突然变坏，是把自己一点点练成黑老大。邪门的是，直到2018年他女儿坠楼案被点燃，整套罪恶网络才像被火线扯开。一边是手伸得很远的利益链，一边是公权力的逼近与反击，结果就是刑警高原刘宇宁是带专案组顶住压力，靠关键铁证一路把堡垒拆掉。而热搜和讨论最先抓住观众的反倒是人。先说刘宇宁，他这次接的是刑侦剧《铁证》，开拍前为了贴刑警外貌与气质，直接瘦了10公斤。你别小看这一步，邪门的是，减重这种事不只是镜头好不好看，更多是让气质从松变紧。他出来的第一眼是挺拔感，制服一上身，线条立得住，像是随时准备冲进审讯室。然后你看他爆出来的3款造型，一套戴警帽，穿黑色警服，整个人从容。一套换成黑色皮外套配黑 T 和黑色牛仔裤，查案时脸上那股严肃劲更像是已经在怀疑。第3套则是墨绿色制服，身形笔挺到那种站着就有压迫感的程度。说到底就一句话，这不是换个衣服，是把职业状态先演出来了。我盯了半天发现，观众真正被带节奏的点是跳刑侦大盘的可信度。暑期档古偶、民国、现偶混战里，刑侦要赢的同时满足3件事：节奏够硬，演员够稳，氛围够沉。刘宇宁此前在古装作品里已经跑出过不小的热度，但到刑侦就不是换题材这么简单了。因为刑侦的难处在于细节不肯放过你，表情的收，眼神的停顿，说话的力度，哪怕是站姿都得像在工作。现在他用减重把身体状态先做对，再用3套造型把镜头语言做出来，观众自然就会从路人看帅切到想看他怎么审案。再来讲韩东君，他这次的反差确实挺能打，别把他只当成家业里那种斯文、深情守护的男搭档。到了铁证，他直接化身黑道头目，属于孙红雷手下那种核心成员之一的角色定位，衣品也给得很明确，豹纹上衣那种张扬感，配上玩世不恭的姿态，让人感觉他不是在等待剧情给机会，而是随时能把局面搅出水花。好戏在后头的部分是，韩东君这条线很可能会把黑道内部的权力逻辑讲得更具体。你看他不是只会耍酷，他要负责的是让观众相信这伙人能爬上去，也能把别人拖下水。至于演员之间的组合拳，我更在意的是那根底盘。孙红雷来坐镇，这种配置天然会让观众更愿意相信故事的重量。韩永强这个角色的弧线很关键，司机起步，黑化生长，上位反噬，再到女儿坠楼案引爆公权力冲突。结果呢，这套链条不靠花活，靠的是渐进式的危险感。你看司机黑老大，
就很像把早期的隐忍和后期的凶狠做成同一条血线，偏偏观众就吃这一口，不是那种开局就黑到底的爽，而是你看他怎么一步步把自己推到悬崖边。剧情设定里还有一个让刑侦更有张力的抓手，专案组不是轻松碾压，而是要经历三查三否这类重重关卡。听起来像程序，但程序本身就是压力。谁让你不合规，你就得在合法与证据链之间喘气；谁让你顶住各方，你就得把每一个关键点定死。说到底就一句话，这类戏能不能抓人，就看铁证来的够不够狠，够不够准，而不是看嘴上谁更狠。我也得吐槽一句，现在大家讨论热度很快，但如果后续呈现只停留在造型帅和反差大，那就容易烂尾。偏偏铁证目前至少给了观众一个明确的方向，体制入口的黑化路线，硬刚刑警的执行方式，还有2018年坠楼案这样足以点燃整条线索的事件。只要后面别把逻辑松开，那这波先破热搜再破口碑的可能性就不算空。最后把3条线收拢一下，刘宇宁的核心是刑警高原，开拍前瘦10公斤，配合3款造型把职业气场立住。韩东君的核心是孙红雷手下的黑道头目，鲍文那种拽劲给反派增加密度。孙红雷的核心是韩永强，从试探到黑化再到反噬。上位之后，罪恶网络被2018年坠楼案拉到台前，专案组以3查3否强压推进，靠关键铁证彻底击垮犯罪堡垒。看铁证现在这架势，最大看点不是帅，是刑侦硬度在演员状态和剧情链条上同步到位了。